花狐，去，卷卷都有你的名字。大卫不养废物，就算你今天只能用2只手爬，也要爬到边关去挡柔然人的刀。木兰，爹这把老骨头还能为大卫挡一刀，不许干傻事。爹都站不住了，去了就是送死。大卫组织，女人不能摸刀，只能在家纺织。但这些狗屁规矩，保不住我家人的命。既然老天已经不给我活路了，那我就自己劈出一条路。都让开！都让开！宇文监军来了！你们这群连饭都吃不饱的泥水子，也配拿大卫的刀？上了战场，别吓尿裤子了！有临阵脱逃的，我就砍了他的脑袋！哟，大家快看，哪里来的白白嫩嫩的小娃娃，长得像窑子里的姑娘一样？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拿刀行不行？不要上了战场就被柔然人吓尿。把东西捡起来，大卫军营不允许堆放垃圾。如果连刀都拿不稳的话，那就立刻滚到火头军那里刷锅去，别在这里碍本将军的颜。拿得动吗？一个没有背景的泥腿子，居然敢在我这儿出风头！大卫军营是门阀，今天就让你现出原形，滚出先锋营，去伙房吃一辈子灰吧！花瓶，这是监军大人特别关照你的宝马良弓，上去吧，可不要辜负了大人的美意哟。花瓶，这匹全马不好骑，别从马上摔下来，哭着找妈妈。放火把！花瓶，本将军规定，3箭之内射不中的，军法处置。马上到伙房去。2支箭，他是不是发疯了？那把弓弦很松，根本无法拉开2支箭。监军大人，还剩1只兔子，要我闭上眼睛射吗？都瞎了吗？新兵入伍，还不快点起来列队！哟，不知道这是谁？原来就是那个得罪了宇文监军的倒霉蛋。小子们，咱们第9师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撑过3场仗。你这张小白脸长得真好，细皮嫩肉的。要不晚上给大爷们端盆洗脚水，暖暖被窝？大爷高兴了，战场上也许可以替你挡一枪。活不过3场仗，并不是因为这里是炮灰营，而是因为你们是一群废物。你小子找死啊！射中2只兔子，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？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军队里的规章制度。不服的话，一起上。谁能打倒我，我就天天给他洗脚。如果你们打不死我，那么从现在起，你们的性命就由我来负责。大卫的刀是用来杀敌的，不是用来欺压自己人的。从今天起，第9师的所有人
每天负重跑10里，挥刀1000次。谁要是敢偷懒，我先活劈了他！这是什么鬼天气啊！都把老子冻死了。柔然人脑子进水了，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偷袭。快点走，绕完一圈之后，马上回宿舍睡觉。敌人来了，有轻骑兵，至少50骑，距离我们不到2里，马上到了。放肆！新兵蛋子，你懂什么叫敌袭吗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杀光这帮北魏软骨头，一个不留！一个不留！撤退！快撤退！保护本监军！快挡住他们！我的命啊！跑什么？50人结阵！大卫的士兵及时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，谁敢后退半步，我先杀了他！第9师听令，拿长枪，2人一组，专刺马腿。想活命的，跟着我杀！贺拔老将军，花瓶昨晚巡逻的时候擅自脱离队伍，不听本监军指挥，临阵脱逃，导致我军巡逻队遭到伏击，造成重大损失。按照北魏军法，应当立刻处死，以警戒他人。临阵脱逃，华平，你有什么为自己辩解的吗？回将军，昨天晚上临阵逃跑的人是监军宇文泰。监军跑了！他见到敌军来之后，撇下自己的部下，第一个骑马逃跑了。一派胡言！这卑贱的泥腿子死到临头还敢乱咬人！我现在就替军法处死你！我叫你动他了吗？这里不是你们宇文家的后院，而是中军大帐。华平，军中不可戏言。逃跑后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今天你一样要死。昨晚敌人来偷袭了，宇文泰丢下军队自己跑了，属下带着第9师残兵，没有后退半步。我们依托戈壁上的乱石阵展开反击，把敌人全歼了，斩首15级。这就是花瓶的证据。华平，给本将军说实话，昨天晚上你能以少胜多，反杀柔然50名精锐游骑，是运气还是用兵有道？回将军，戈壁地形狭长，多烂石，柔然骑兵无法展开他们最擅长的冲锋阵型，让弟兄们用长枪专门刺马腿，断其机动性。没有了马的柔然人，就如同拔了牙的狼，不是运气，而是安排好。好一个算计！哈哈，大魏军中很久没见过这么硬的骨头。宇文泰，老将军饶命！我昨天晚上只是去求援，我是宇文家的人，你不能杀我。身为监军，
在战场上不但临阵脱逃，还敢跑回来诬陷有功之臣，真把大魏的军法当成了摆设吗？免死，重打30军棍，剥去监军外衣，滚去后勤营。老将军，开恩啊！花瓶作战有功，谋略过人，即日起破格升为第9师长。属下感谢将军栽培。花瓶，你这卑贱的小民，竟然敢踩在我的宇文泰头上作威作福！老大，宇文泰这王八蛋，公报私仇！他扣住了第9所口粮，甚至不给我们治刀伤的金疮药。兄弟们昨晚受的伤都开始发脓了，这样下去，不用柔然人打，我们也会病死。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新晋的花大师长吗？怎么回事？带着你们这群败军之将来找我要饭吗？因为粮草不够，所以只能先给中军的精锐军士使用。你们第9师刚刚打了仗，饿上2、3天也不会死，伤药没有。花瓶，你敢杀我？我是朝廷命官，这是造反！只说一次，把粮食、药品原封不动的交出来。你不敢杀我，这是大营。你觉得我敢不敢？老子连柔然精锐的脑袋都可以当球踢了，你们算什么？我数3个数，1，给他们，都给他们，库房里的药品随便拿。柔然人的刀比天上的雨点还要密集，平时多流一滴汗，战时就可以少流一滴血。铁牛，你的挥刀速度太慢，软绵绵的像个女人，再给我练100遍。是，老大。绝不能让人知道，如果女儿的身份被暴露，不但是欺君之罪，爹会因为我被砍头，我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被打回原形，回乡下做一个任人摆布的织布废人。我花木兰绝不能认命，就算死了，也要死在战场上。老大，伙房今天炖了羊肉汤，我特意去抢了1碗给你留。滚出去！谁让你没通报就进来？对不起，老大，我不知道你正在换衣服，我现在就滚，我现在就滚！真奇不惜生命送来的消息说，柔然的第1猛将阿史那的先头部队已经悄悄地靠近了白狼谷附近，但是地形十分复杂，对于他们兵力布置、粮草存放的位置以及伏击圈的具体情况，我们一概不知。如果贸然大举进攻，必然会受到重创。必须要派出一支精锐的小队，深入白狼谷里面去进行侦查。谁有意愿去呢？老将军，花瓶手下的第9师经过1个月的训练后，战斗力非常强，可以称得上是全军中的精锐中精锐。属下建议由花瓶带领人去白狼谷侦查，一定能取得胜利。宇文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本帅面前口出狂言，这是让他们去送死！
老将军，花瓶不是一直说自己天下无敌，连我都看不上吗？那么，在真刀真枪的拼的时候，难道他就害怕了吗？如果害怕的话，就早点卸下盔甲回家种地吧。我去。属下花瓶，奉命前来。花瓶，白狼谷是九死一生的绝地，宇文泰推你去，是想借柔南人的刀杀你。你为何要在众将面前借下这催命的军令状？回将军，大魏军中若全都是宇文泰那种只会躲在背后算计的孬种，边关早就破了。他想让我死，我偏要带着敌将的人头回来，活生生扇烂他的脸。好，有血气。这是本将当年亲自去白狼谷探查画下的密图，只有一份，上面标注了3条隐秘的退路。你记住，情报固然重要，但本将更看重你的命。大魏需要你这样的将才，活着回来。老将军，这份知遇之恩，我花木兰必用军功来报。兄弟们，今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阎王爷的地盘，怕死的现在退出，我不拦着。老大，我们的命都是你给的，阎王爷算个屁！咱们第9师今天就去拔了阎王爷的胡子。跟随师长此战，此战！华平，你的棺材本将军已经给你备好了，一路走好啊！宇文泰，把你的脖子洗干净，等着，老子回来那天，就是你吓尿裤子之时。老大，这起码有2000人，柔然人这是疯了吗？在外围布置这么多兵力，兵力越密集，说明他们背后藏着的东西越重要。等他们过去，我们从风口切进去。好啊，中原的两脚油，看老子把你剁成肉泥！多谢军爷救命！柔然人疯了，他们把我们商队的人全杀了。告诉我，这附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柔然游骑兵？他们的大营在哪儿？在白狼谷北面的鹰嘴崖，我亲眼看到的，那里堆满了粮草，堆得像山一样高。老大，那是柔然前线大军的粮草大营，只要我们把这个位置报给贺拔将军，就是泼天大功了。咱们赶紧撤吧。撤！铁牛，大魏的刀一旦拔出来，哪有不见血就收回的道理？记下位置，我们要去把柔然人的粮仓烧个一干二净。老大，这起码有3万大军，阿史那真是把家底都搬来了。3万大军的吃喝全靠鹰嘴崖的粮草，你们看下面。那个副将是阿史那的亲弟弟，他们连2个时辰就会穿过这条狭窄的一线峡谷。这里风很大，能掩盖声音，是绝佳的伏击点。老大，咱们只有11个人，他们有100个全副武装的精锐。11个人怎么了？老子今天就要用这11个人教教柔然人什么叫兵法。所有人听令，滚石绊马索全给我拉上，把箭头全给我浸透火油。
都精神点儿！过了明天，阿史那将军就会带我们踏平北魏的边关，抢光他们的女人。给我砸碎他们！敌袭，有埋伏，进阵！一个都别放出去！别乱，跟我冲上岩壁！你下来受死！该死的北魏猪，老子劈了你！地九师，收网！铁牛，把人头装好，这是老子借宇文泰的利息。老大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去鹰嘴崖，给阿史那点个天灯。老大，全倒满了，只要一点火，这半个白狼谷都能照亮。阿史那，送你的见面礼，收好了。敌袭，有人在粮仓！撤！柔然大军缺了粮草，只能提前决出。大魏的生机，老子抢回来了！10天了，花瓶那个狂妄的泥腿子，肯定已经被野狗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这就叫不自量力。是花瓶，他活着回来了。属下花瓶已查明柔然白狼谷3万大军全部布防，请老将军过目。精妙，太精妙了！花瓶，你立下了不世之功。画张图谁不会？你立下的军令状是带回敌将人头，拿不出来一样是死罪。监军大人，阿赤那亲弟弟的人头够不够分量？哦，对了，回来的路上顺手放了把火，柔然人的粮草大营也烧了。大人若是觉得不够，下次我把阿什纳的脑袋也给你带回来。烧粮草，杀大将，这是10个人能干出来的事。传本将令，花瓶智勇双全，战功赫赫。即日起，破格提拔为先锋营副统领，统兵1000。属下领命。花瓶，你给我等着！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乡巴佬，也配爬到我们头上发号施令？哼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看他能在战场上嚣张几天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不服，觉得我出身低贱，但在这里，刀锋是规矩。
不服的，教场上见真章；不敢打的，就给我乖乖听令。粮草被烧，阿什纳那个疯狗肯定会提前发动总攻。花瓶这小子不是能打吗？到时候开战，我们就举荐他的先锋营去顶最危险的侧翼。只要我们稍微晚一点去支援，1000人陷进柔然的主力包围圈里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我要让他死无全尸。老大，那帮门阀的混蛋，今天领军需的时候故意刁难我们，给你发的全是老弱病残的马。随他们去，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连个屁都算不上。阿什纳来了。是谁杀了我的弟弟？是谁烧了我的粮草？今天我要用北魏人的鲜血洗刷柔然的屈辱！杀！老将军，据斥候探报，柔然的主攻方向是正面，但他们的右翼出现了一支5000人的薄弱部队。花瓶统领骁勇善战，不如带领1000先锋营直插敌军右翼，必定能见奇功。1000对5000，风险太大。属下愿望。宇文泰，你想玩阴的，我就陪你玩到底，看看到底是谁算计谁。先锋营，随我出右翼。花瓶，这次你死定了。老大，不对啊，不是5000。老大，情报是假的，这是柔然的主力精锐，我们被宇文泰那个王八蛋卖了。慌什么？全军听令，结锥行阵。随我冲！老大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拼你个头！大魏的精锐不是拿来送死的！所有人队形散开，向后方的葫芦谷方向撤退，丢掉多余的辎重，给我装出溃败的样子！哈哈哈哈！北魏猪被吓尿了，全军追击，一个不留，碾碎他们！视若诱敌，瓮中捉鳖。大魏的勇士们，回头，给我把这群杂碎杀个片甲不留！就是你这只小老鼠，烧了我的粮，杀了我的弟弟。今天我要把你一寸寸捏碎！块头挺大，就是不知道你的脖子硬不硬。来战！中原人里，竟然有力量能接下我一棒的！
大卫的脊梁，岂是你这种野蛮人能敲断？再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值得死在我的手里。记住了，杀你的人叫花瓶。花将军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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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低贱的泥腿子，竟然在军中的威望快盖过赫拔老将军了。这群不长眼的蠢货，竟敢把他当成神！华平，你小子真是给了本将天大的惊喜，不仅带回了情报，还重挫了阿什纳的锐气。大卫的军威是你打出来的。老将军言重了，属下只是不想让弟兄们的血白流。花瓶，你也别太狂妄，不过是侥幸逃脱罢了。阿什纳只是轻敌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怎么没把他的脑袋拧下来？监军大人若是觉得阿史那的脑袋好拧，下次出阵，我花瓶把先锋的位置让给你，敢去吗？你放肆！武将靠军功上位，这小子简直是个怪物，正面打压已经压不住他了。去，给我查他花瓶的祖宗18代。一个普通农户的儿子，怎么可能精通兵法和如此高强的武艺？他身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只要找到他的软肋，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打听个事儿，花家村那个叫花瓶的，到底什么来头？军爷，您说花家那是个绝户头，老头子花胡是个残废，除了家里那点破烂，哪有什么名士教头，穷得叮当响啊！一个残废老兵教出来的儿子，不可能。这种招招致命的战场杀人技，绝对不是一个乡巴佬能自学成才的。花瓶，你到底是谁？阿史那的力量太恐怖了，我的体力在飞速消耗。如果这场仗再拖下去，我的身体一旦撑不住，身份必定暴露。必须速战速决。老大，我给你送新打磨的护心镜来了。规矩忘了，滚出去通报。柔然大军按兵不动，阿什纳在等后续的粮草。我们若是强攻，伤亡极大；若耗下去，边关的存粮也不够。不能等，老将军，属下建议夜袭扰敌。夜袭？花瓶，你以为阿史那是吃素的？他们大营防守森严，你带人去就是送死。大卫的兵马不能陪你疯。监军大人，谁说我要硬拼了？我要让他们10几天睡不着觉，把他们熬成一帮连刀都拿不稳的软骨头。敌军在哪儿？给我杀！阿什纳，这只是第一晚，
咱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好，花瓶的皮敌之计奏效了。斥候来报，柔然军现在白天萎靡不振，夜里草木皆兵，士气跌到了谷底。老将军，时机到了，柔然可汗的中军大帐就在此地，决战就在今夜。属下愿率500最精锐的铁骑，执行中心开花战术，直插敌军心脏，斩断柔然最高统帅的王旗。王旗一倒，3万大军不战自溃。疯子，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500骑兵冲阵，一旦陷入重围，不仅你会死，还会连累主力部署。老将军，绝不能听他胡言乱语。你怕死，就躲在中军大帐里，别出来。大魏的江山是我们这些不怕死的人拿命拼出来的。老将军，若我花瓶斩不断那面王旗，甘愿提头来见。兄弟们，前面就是3万敌军，今天我们要用500人去掀翻他们的王庭，去打碎他们的骨头。大魏万胜，有进无退。有进无退！请本将狠狠的打，把阿史那的主力全部牵制在正面，给花瓶争取时间。老大，前面就是柔然可汗的金帐了，那面王旗就在那。监军大人，花将军已经突入敌军腹地，贺拔老将军命我们立刻出击，掩护花将军的后路。急什么？敌军的包围圈还没缩紧。可是大人，再不去，花将军他们会被全歼的。本将说不准动，就不准动。花瓶抗命贪功，陷入重围，咎由自取，谁敢擅斗，定斩不饶。花瓶。今天就是神仙下凡，你也得死在里面。老大，宇文泰的援军根本没来，我们的后路被截断了。宇文老狗，既然没有退路，那就不退，跟我往前冲，踩着他们的尸体过去。花瓶，你的大军抛弃你了。今天这片土地就是你的坟墓。老大，阿史那倒了，我们快趁机突围。突围，任务还没完成。大魏必胜！花瓶，君子一役，
敢南下，你是大魏真正的功臣。来人，800里加急，送往京城。本将要向皇上考举花瓶为正品游击将军。你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就越粉身碎骨。花瓶，我绝不让你活着离开边关。大人，查清楚了，属下亲自去了华家村，把那个村的里长绑起来拷问了一夜。说，他到底有什么把柄？大人，那个残废老兵花狐根本就没有儿子，他膝下只有一个名叫花木兰的女儿。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难怪他每次受伤都不肯让军医看，难怪他洗澡永远一个人躲着。原来威震边关的杀神花瓶竟然是个女人。花瓶啊花瓶，女人参军可是欺君之罪，诛灭九族的大罪。我看你这次怎么死！哟，花将军，伤还没好就出来操练，真是大魏的巾帼英雄啊！哦，不对，是盖世英雄。监军大人，要是太闲，可以去后勤营数粮草，别在这里碍眼。花瓶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你说，如果皇上知道这大魏的江山是由一个不守妇道的脏东西守着的，龙颜大怒之下，你的家乡会变成什么样？撑住，花木兰，你必须撑住，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。果然是女人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灭口，有人已经盯上了我，是宇文泰，他一定猜到了什么。斥候拼死送来的战报，阿什纳那个疯子还没死，他集结了柔然最后的3万残主，像发了疯的野狗一样，正朝我们主力大营扑来。我们之前伤亡过半，粮草不济，本将决定，主力部队和粮草立刻后撤30里，退守天险雁门关。老将军英明，但大军撤退必须有一支精锐，留下来断后，死死拖住阿史那，否则柔然骑兵一旦追上，我们全军覆没。花瓶将军骁勇善战，先锋营又是全军战力第一，这断后的重任舍他其谁？宇文泰，你这是让花瓶去送死！先锋营已经拼到了极限，再让他们去，大魏还有没有天理？老将军，为了大魏的3万主力，牺牲1000人算什么？难道花瓶的命是命，其他将士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老将军不必为难，大魏的江山，我花瓶守的。这断后的活，先锋营接了。宇文泰，你想用柔然人的刀杀我，掩盖我的秘密，我就让你看看
什么叫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？老大，主力已经撤远了，我们撤吧。撤！敌军还在视线之内，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。兄弟们，大魏的脊梁今天就在我们身上，宁战死不退步！宁战死不退步！踩碎他们！谁能斩下花瓶的人头，赏金万两！铁牛，带弟兄们撤回雁门关，我来引开他们。老大，要死一起死！滚！这是军令，你们活着，先锋营的魂就在。阿史那，你爷爷花瓶在此，不怕死的，来追我呀！老大，你出来呀！大魏不能没有你！在这儿，花将军在这儿。这儿有人！快找军爷！军爷，快找军爷！哪怕是抢阎王爷的生死簿，我也要把老大抢回来！伤得太重了，必须把衣服全剪开，否则根本没办法止血。快，剪刀！这怎么可能？大魏的战神是个女人。老大，是女的。那个砍了柔然几十个人头，带着我们杀穿千军万马的杀神，是个小娘丫。今天看到的是，谁要是敢透露半个字，老子把他剁成肉酱喂狗！哪怕老大是个女人，她也是带着我们活下来的神，谁敢害她，就是我们先锋营的死敌。各位兄弟别冲动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老夫就是死也得先把花将军的命救回来。我去禀报贺拔老将军，请他定夺。一个只有18岁的女人，替父从军，在尸山血海里滚了3年，她承受了多少男人的刀枪，扛下了多少男人都不敢扛的死局。去他娘的祖制规矩！我大魏的边关需要的是能杀敌的英雄，不是只会躲在后方织布的摆设。花瓶是男人，是我大魏的先锋统领，谁要是敢拿他的性别做文章，本将第一个砍了他的脑袋，立刻封锁消息。违令者斩立决！老朽遵命，定当守口如瓶。大人问你，贺拔老头对花瓶的伤势怎么说？那小子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病？军爷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秘密。贺拔老将军下了死命令，谁说谁死。你不说，现在就死；说了，拿钱远走高飞。我说，花瓶根本就不是男人，她是女人，这是她用来缠胸的布，
被李云一捡下来的，我偷偷藏了一块。好，干得好！有了这东西，花瓶神仙难救。死人的嘴才是最严的。女人，大魏军营里最能打的将军，竟然是个臭娘们儿！贺八月，你这老东西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抗命包庇！这回我看你拿什么保他！来人，把这个消息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散播到全军！我要让花瓶这贱人尝尝被千夫所指、身败名裂的滋味！听说了吗？咱们那个杀神花瓶将军其实是个大姑娘，难怪长得那么细皮嫩肉的。扯淡吧！女人能举起几十斤的战刀，女人能砍了阿史那的脑袋？怎么不能？说不定人家出富豪，把柔然人伺候舒服了才赢的呢。谁再敢放一个响屁侮辱花将军，老子活劈了他！铁牛，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花瓶重伤时从他身上解下来的女人肚兜。大魏的将士们，你们祖祖辈辈流血牺牲打下的威名，现在竟然要靠一个女人来支撑，这是奇耻大辱！这是在把大魏男人的脸踩在泥里践踏！妖女，你还敢出来？你犯了欺君之罪，还不跪下受死！怎么？因为我是女人，我留在白狼谷的血就不是红的了？因为我是女人，我砍下的柔然人头就不算军功了？大将军，北魏那边内讧了，那个重创您的花瓶被查出是个女人，现在北魏军心大乱。女人？我阿史那竟然被一个女人打败了！北魏这帮废物男人竟然要靠一个女人来保护！好，太好了，这是天赐的良机！给我印传单，我要让北魏的军队成为全天下的笑柄！北魏的软骨头们，你们的大将军是个女人，你们是一群躲在女人裤肚底下的废物！出来打呀，娘子军们！奇耻大辱！奇耻大辱！我堂堂七尺男儿，竟然被柔然狗这样嘲笑，都是因为那个妖女！你放屁！要不是花将军，你早死在白狼谷了！老子宁可死在白狼谷，也不愿活在女人的庇护下受这种窝囊气！让他滚，把他烧死！皇上，辟迹死臣，国之大不幸啊！女子领兵，这是公然践踏大魏的祖宗礼法，这是颠覆朝纲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柔然人的嘲笑已经传遍天下，若是不杀此女，我大魏皇权的颜面何存？天下男人又该如何自处？花瓶的军功是真的，他救了3万大军也是真的，但大魏的规矩绝不能破，皇权的威严容不得一丝瑕疵。朕需要胜利，但这场胜利绝不能树上一个女人的名字。花瓶欺君罔上，乱我军心，此风不可长。拟旨：夺去花瓶一切军职，派钦差大臣持天子剑即刻前往边关，查明正身。若真为女子，不用押解回京，就地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弟兄们，就是这个妖女给大魏带来了耻辱，把她拖出来，烧死她，洗刷我们的耻辱！妖女，烧死妖女！想杀我，那就看看你们的刀有没有柔然人的硬。我看谁敢动！老将军，
她是个女人，你护着她，就是和全军作对，和朝廷作对。放你娘的屁！全军作对，在白狼谷的时候，是他带着人拼死烧了敌军粮草；在隘口的时候，是他替你们这帮废物挡住了3万铁骑。他流的血比你们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多。现在他重伤快死了，你们这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男人，竟然要反过来杀他！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早点把那个败坏朝纲的野丫头砍了，本官好早点回京城复命。这鬼天气真是晦气，一个乡下村姑也敢染指军权，皇上的旨意是斩立决，你插翅难飞。木兰，京城里的内线传信，皇上的钦差已经到了10里外，带着天子剑要斩你。快走！包袱里有你路上用得着的东西，外面我备了全营最好的快马。你离开边关，隐姓埋名，别再管这破大魏了，他们不配。老将军，我这道疤是为了保护身后千千万万的大魏百姓留下的，不是为了讨好皇帝，也不是为了那张男人的面具。我若是逃了，这天下人就永远只会说女人上战场是个笑话。我花木兰宁可站着死在刑场上，也绝不跪着像狗一样逃跑。圣旨到！大胆罪女花瓶，见圣旨为何不跪？大胆罪女，见天子圣旨如见圣驾，你竟敢不跪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钦差大人，我的膝盖在白狼谷的死人堆里冻僵了，弯不下去。这大魏的江山是我和弟兄们拿命拼出来的，你想让我跪这块破黄布，他配吗？大人，您听听，这妖女疯了！来人啊！御林军何在？把这个藐视皇权、欺君罔上的贱人给我拿下，当场砍了！想杀我，那就看看你们这些在京城里养尊处优的废物，有没有这个本事？我看谁敢动我的先锋统领！贺拔岳，你这是要抗旨吗？你全家老伤可都在京城，本官只要一道折子，皇上就能诛你9族。服一生戎马，只知道杀敌保国。花瓶是男是女我不管，我只知道，没有他，这雁门关早被柔然人踏平了。你在老夫的地盘上动他，老夫现在就活劈了你！你敢杀钦差啊！老将军，阿史那大军压境，柔然10万主力，距离雁门关已不足10里。大魏的软骨头们，听说你们家的大将军是个没有软蛋的娘们儿，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我要让这10万铁骑踏平你们的雁门关，把你们那个女将军抢回去暖床。老将军，您看到了吗？都是因为那个妖女，柔然人就是冲着她来的。我们现在军心涣散，根本打不过，唯一的生路就是把花瓶绑了，献给阿史那求和。放你娘的狗屁！大魏何时沦落到要靠卖女人来苟活？再敢言降，我先斩了你！钦差大人，大敌当前，请您立刻收回成命，让花木兰官复原职。只有她能稳住先锋营的军心。贺拔岳，你脑子进水了！圣旨已下，皇上要他死，
你让一个女人去指挥军队，这要是传回京城，我大魏的方权颜面往哪儿搁？本官这就去城墙上宣读圣旨，告诉全军，这战败的责任，这引来敌军的罪过，全是花瓶那个妖女的。只有杀了她，才能平息将士们的怨气，才能平息柔然的怒火。你敢？这个时候宣读圣旨，军心就彻底散了，雁门关必破。你这是要拿全城百姓的命去换你头顶的乌纱帽？天威难测，贺发岳，你若是敢阻拦，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来人，护送本官上城墙。大魏将士听旨，圣上口谕：此次柔然大军压境，皆因罪女花瓶否极司臣，触怒上天所致。此女罪大恶极，立定当诛。完了，这支军队的魂儿被朝廷自己人给打碎了。花瓶被诬陷，将士们觉得被欺骗，皇权又在头上压着。不唤醒这群男人的血性，大魏今天就要亡国灭种了。天牛，去把木兰给我锁在军医院的铁牢里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许她出来。她是大魏最后的希望，她必须活下去。老兄弟们，朝廷糊涂，但我们不糊涂。今天就让我们这帮半截入土的老骨头，去给那帮被吓破了胆的小子们打个样，让他们看看大魏的男人还没死绝。愿随将军赴死，愿随将军赴死。开城门！大魏的老虎出笼了，可惜牙齿已经钝了。中甲长枪兵，给我围死他！痛快！阿史那，你这缩头乌龟，只敢躲在后面吗？哈哈哈哈！木兰，老夫尽力了。这群懦夫的血，我替你烧热了。接下来的大魏，交给你了。大魏万胜！老将军，老将军，老将军！大魏万胜！老将军，老将军！老大，老将军他战死了，万箭穿心啊！花瓶，老东西死了，我看现在还有谁能护着你？来人，用铁链把这个害死老将军的妖女锁起来，明天一早押到阵前献给阿斯纳求和。宇文泰，你们不仅杀了老将军，还杀了那个想要恪守规矩的花木兰。明天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放出一只真正的修罗是什么代价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罪女花瓶一差而并，混入军营，有辱斯文，败坏大魏国威。其在白狼谷之战贪功冒进，引发兵祸，更连累贺拔老将军战死沙场。此等祸国殃民之妖女，罪不容诛。放屁！放屁！老将军是你们害死的！今查明正身，特赐斩立决，将其首级献于柔然大营，以彰两国友好之诚意，以安边关之太平。钦此。贱人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大魏的规矩，这就是皇权。你就算功劳再大，只要皇上让你死了，只要规矩不容你，你就是个千古罪人，下地狱去陪那个老东西吧。醒醒！你怎么还有力气？大魏的规矩，要是这规矩只能让人当缩头乌龟，老子今天就把他踩得粉碎！呼下，杀人了！他要抗旨！你们说我是妖女，说我给大魏带来了耻辱。如果这种出卖功臣、向外敌下跪求饶的圣旨就是天意，那我花木兰今天就撕了这狗屁的天！疯了！你彻底疯了！撕毁圣旨，诛灭九族！放箭，射死这个大逆不道的女人！我就是花木兰，我就是个女人，但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个女人的刀照样能杀敌。我流的血是为了大魏寸土不让。如果男人连刀都拿不稳了，今天我这个女人带你们杀出去！去他娘的规矩！我铁牛这辈子只认花将军，愿随花将军死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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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魏万岁！大魏万岁！大魏万岁！反了，都反了！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大，这个出卖老将军、暗算弟兄们的狗汉奸，怎么处置？大魏的刀不沾这种杂碎的血，把他绑在战旗柱上，让他睁大狗眼好好看着女人是怎么打赢这场仗的。
装神弄鬼！10万人踩也踩死他了！全军冲锋，把那个女人给我剁成肉泥！盾牌兵上前，长枪结阵，弓箭手炮射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退后半步。阿诗娜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老娘就在这里，你跟懦夫敢不敢来？给我让开！他的人头是我的！谢谢军，跟我杀！别让他跑了！用箭雨覆盖，我要把他射成刺猬！就是现在，我为你准备的坟场到了。这鬼地方！老大，给你助威！先锋营的兄弟们，放箭！花木兰，你这卑鄙的女人，有种出来与我单挑！阿诗娜，你不是一直看不起女人吗？现在，我给你一个单挑的机会，让你死前看清楚，到底是谁更像个懦夫。该死的臭虫！你的力量虽强，但大开大合，破绽百出。赫拔老将军教我的是战场的杀人之道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是被你们这群畜生和那张狗屁圣旨从地狱里逼出来的修罗。为什么我会输给你一个女人？因为你只为掠夺而战，而我为守护而战。你不配懂。阿诗娜已死，大将军死了，阿诗娜大将军被那个女人杀了，她是
是魔鬼！快跑啊！鹤法老将军的血不能白流，大魏的将士们，随我出关，踏平柔然王庭，让他们血战血偿。疯子！一群疯子！我要去告诉皇上，我要去挖回京城。花木兰撕毁圣旨，公然造反，我要诛他九族！宇文泰，仗还没打完，你这个监工想跑哪儿去啊？天庭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朝廷命官，杀了我，你们也是死罪。死罪？老子这条命是花将军给的，鹤拔老将军的命是你这狗贱人害死的。今天老子就替天行道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把我们宇文家一半的家产都给你们，饶我一命！钱？你去地底下跟鹤拔老将军拿钱买命吧。我爹当年就是死在白狼谷，就是被你们这群见死不救的门阀贵族害死的。这一刀是替我爹捅的。老将军，害死你的狗贼，我们替你宰了，您安息吧。战争带来的永远只有毁灭，但为了守护身后的家园，有些毁灭是必须的。回去告诉你们的子子孙孙，北魏的土地寸土不让，再敢南一步，今日的王庭就是你们明日的坟场。赢了，赢得如此彻底，如此辉煌。但这个胜利却是建立在一个女人思索朕的圣旨之上。朕若是赏他，皇权何在？朕若是罚他，天下君民之心何在？皇上，花木兰此女藐视天威，心头谋逆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正国法呀！皇上，花将军挽救国运于危难，乃不世之功臣。若无重赏，恐寒了天下将士之心呐！咱们说的花将军撕了圣旨，脱了男装，长发一甩，那叫一个飒。单人独骑，阵斩柔然第一勇士阿什纳，这是谁？这是九天玄女下凡啊！太解气了！什么狗屁规矩？能打赢仗的就是好将军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花将军就是我们天下女子的榜样。皇上，夜深了，花将军的凯旋大军明日一早便到京城了，您打算如何处置？传朕旨意，明日朕要亲自出城10里，迎接我大魏的巾帼英雄。皇上，这不合祖制啊！哼，祖制，他的刀比祖制更硬。朕倒要亲眼看看，这个敢撕朕圣旨的女人，到底长了3头6臂，还是生了反骨龙鳞？
花木兰，你可知罪？臣何罪之有？阵前撕毁圣旨，藐视皇权，此为其一；未经调令擅杀朝廷命官宇文泰，此为其二；女子之身执掌兵权，颠覆祖制，此为其三。你还敢说你无罪？圣旨要我大魏向外敌献媚求和，此等亡国之兆撕了又何妨？宇文泰通敌叛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至于女子领兵，皇上，若非我这个女人，您现在看到的就不是这份降书，而是柔然人的铁骑踏平您的皇宫。皇上，臣替父从军为的是尽孝，保家卫国为的是尽忠。如今柔然已平，边关安定，臣自知女子之身不合朝堂规矩，今日交换兵权，只求皇上能容臣卸甲归田，还我一个女儿身。他不怕死，也不贪恋权位。这世间竟然有朕掌控不了的人。花将军，你为大魏立下不世之功，朕岂能让你空手而归？朕可以赦你无罪，封你为大魏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侯爷，10亿万户，官居一品。甚至朕可以认你为义妹，封你为护国公主，享尽人间富贵荣华。但是从今以后，你必须居于深宫，不得再抛头露面，更不得再谈论军国大事。朕要你成为大魏女子的典范，而不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战神。皇上，您还是不懂。我花木兰征战沙场，不是为了换一身更华丽的囚服。我想要的，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富贵，而是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的自由。这泼天的富贵，您还是留给那些配得上他的人吧。臣只想回家。花将军，我长大了，也要像你一样。老大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只是回家，不是死了。你们以后要替我，替老将军，好好守着这大魏的边关。轰动花将军！皇上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他可是公然违逆了您。他赢了，不是在战场上赢了柔然，而是在这金銮殿上赢了朕，赢了这天下所有的规矩。传朕口谕，命史官记，北魏花氏木兰以女子之身破柔然安北境，功盖当世，其名当与日月同辉。爹！
回来就好，我的好女儿，回来就好。世人说女子当织布，我织过；世人说女子不能握刀，我握过。我曾是花瓶，也曾是修罗，但从今往后，我只是花木兰。我的命握在我自己手里。